我爹把我卖了，15两银子，卖给永宁县的周掌柜做第5房姨太太。我爹坐在门槛上数银子，头都没抬。娘躲在灶房里哭，一声都不敢吭。我求了一夜，换来一脚踹翻在地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起来烧火做饭，心里莫名发慌，像压了块石头。手里的粗瓷碗突然一滑，啪的摔在地上，碎成几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是好兆头。砰的一声，王媒婆带着2个轿夫闯进院门，红嫁衣往我身上一套。我趁乱弯腰捡了块碎瓷片藏进袖口，粗麻绳在手腕上缠了3道，勒进肉里。我挣扎着被塞进花轿，花轿上了路。我把碎瓷片摸出来，开始割手腕上的绳子。轿子颠得厉害，瓷片好几次割偏了，划在手腕上，火辣辣的疼。坏了，再有1炷香的功夫就能割断。我已经在想，绳子断了之后往哪条路跑。就在最后一股绳子即将割断的那一刻，花轿猛地停住了，外面一阵大乱，轿夫的惨叫声、王媒婆的尖叫声混在一起。我趴在轿帘缝隙往外看，10几个土匪从林子里冲出来，为首的是个戴黑眼罩的刀疤脸，手里提着砍刀。轿帘被猛地掀开，刀尖挑开红布，绳子还差最后一股就断了。可我没有机会了，我抬起头盯着那张刀疤脸，没叫也没哭。哟，还是个硬骨头。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上。叫什么？苏云锦。好名字。土匪头子的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刀刃冰凉。你是自己走，还是老子扛你走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我自己走。他愣了，然后哈哈大笑，回头跟另一个土匪说：这娘儿有意思。我爬上一匹瘸马，一路上没回头。花轿被推翻在山沟里，他们叫我压寨夫人，但那被叫做大当家的土匪头子暂时没动我，把我关在柴房里去性子。胖婶送饭时偷偷告诉我，山上规矩，新掳来的人要先关3天。我掰碎窝窝头慢慢吃，不急，3天而已，比嫁进周家强。胖婶走的时候又塞给我一个窝窝头。姑娘别怕。我攥着窝窝头没说话，但眼眶热了一下。柴房门被锁上，隔壁柴房传来动静，有人被拖出来打，闷棍声混着骂声。我从门缝看见一个年轻男人被按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火把照亮他的脸，好看的不像话，但眼神是空的，像什么都没想。土匪一脚踹在他背上，他趴在地上，慢慢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又被踹倒。他始终没叫一声，连哼都没哼。打完又被扔回柴房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抬头时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，就一眼，然后转身进去了。我缩回门缝后面，心跳得厉害。这个人也许能用上。第二天傍晚，那个年轻男人来柴房拿柴火，他脸上还有伤，眼角青紫一片，嘴角裂了道口子，血已经干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一面墙，什么表情都没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没理。你也是被绑来的？他还是没理。我连着问了好几句，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的像是砂纸磨过石头。不知道。然后就走了，抱着一捆柴火，脚步很轻，地上几乎没有声音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犯嘀咕，这个人走路怎么没声？胖婶送饭时告诉我，这人是2个月前被捡回来的。不记得自己是谁。土匪打他，他不躲；骂他，他不应，从不说一个字。土匪叫他哑巴。我注意到他拿柴火时会把最干的挑出来放在一边。他不是真傻，他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稳稳当当，脚跟先着地，再轻轻落下，像练过什么功夫。他怎么不说话？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，还说什么话？我靠在墙上，把这些事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。他又来拿柴火的时候，我靠在门边，压低声音说，你帮我逃出去，我帮你找到你的家。他站在门口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。然后他点了点头，动作很轻，像是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点头。恰巧去性子的第3天，大当家带人下山，哑巴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根铁条，蹲下来撬锁，动作笨拙但认真，像在回忆什么。铁条在锁孔里转了好几下，卡住了，他拔出来又插进去，锁开了。他回头看我，等我发话。走。我先钻出水沟，哑巴跟在后面。水沟很窄，我的肩膀蹭着两边的石头，泥水浸透了衣裳，冷得我直哆嗦。哑巴在后面推了我一把，我爬出来，他也跟着钻出来。我认准北边的山路，一路走在前面。他不说话，但我走快他也走快，我走慢他也走慢。我一回头他就在。摸黑下山，不敢走大路，树枝刮得脸上生疼，脚下的石头滚下去，听不见落地的声音。我踩过的每一步，他都跟着踩。遇到沟坎，我跨过去，他也跨过来。跑了大半夜，我累得腿发软，脚底磨出了血泡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，疼得我直抽泣。但我不敢停，停下来就是死。哑巴始终跟在我身后，不催我，也不扶我，只是跟着。我摔了一跤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疼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蹲下来，把胳膊递给我，我撑着站起来，一瘸一拐继续走。他走在我旁边，伸手拨开前面的树枝，让我过。
天亮后到了岔路口，我停下来辨认方向，哑巴蹲下来看路边的草，指了指右边的路。你是不是认得路？不认得。但他指了指地上被踩过的草，又指了指右边，草被踩得倒向一边，是有人走过的痕迹。我选了右边，管他通向哪里，总比回去强。岔路口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摇头，问他从哪里来，他还是摇头，眼神空空的，像一张白纸。我看着他被晨光照亮的侧脸，没名没姓的不方便。这样吧，我就叫你阿生。好，声音很轻，但没有犹豫。阿生，希望他能重新活一次。我们结伴北上，离琅琊岭越远越好。他打水、捡柴、守夜，全包了。做事虽然慢，但每件事都做得很好。他烧的火堆从来不灭，捡的柴永远够用，打的水永远清澈。我走不动了，他就蹲下来背我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趴在他背上，发现他的后颈有一道旧疤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，疤痕发白，已经很久了。我摸了摸那道疤，疼不疼？不记得了。声音很平，但我听出一点茫然。走了3天，我脚底全是泡，一瘸一拐。他又蹲下来指了指自己的背，我趴上去，他站起来走得稳稳的。我靠在他背上，能听见他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很稳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骗人。真的不累。我攥紧他的肩膀，没再说话。这道疤和他丢掉的记忆一定是连着的。等我们安全了，我一定要帮他找到家，不管他的家在哪里，不管他是谁。他背着我走了一天，天黑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个村子。他把我放下来，回头看我。到了。我点点头，脚落地的那一刻，疼得差点站不住。他伸手扶住我的胳膊，稳稳的。走了6天，我们到了平安镇。我不敢再往北走了，再走就到府城，路远不说，身上的银子也撑不住了。我决定在平安镇落脚，先挣点钱再说。但我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，这里离琅琊岭只有6天的路，土匪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？我不知道。我在镇子边租了一间小屋，土墙茅顶，1个月20文钱。阿生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劈了一堆柴马在墙角。我开始接别人家里的绣活，有了本钱后买了针线自己出摊，但我不敢去热闹的地方摆摊，只在镇口支了个小摊子，卖些帕子和包。每次有陌生人路过，我都会不自觉地攥紧手里的针，等他走远了才松开。那种悬着心的感觉，像一根绷紧的弦，随时会断。阿生不说话，但他什么都看在眼里。他每天把门栓检查好几遍，劈柴的时候也竖着耳朵听动静。我让他去镇上买东西，他去一次就认得路了，回来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，站在旁边等数完。你怎么认得路？记着的。一天，我在镇口摆摊，看到几个骑马的人从镇外进来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不是土匪，是过路的商人。我松了口气，但手还在抖。我回头看了一眼阿生，他正蹲在摊子后面帮我整理线团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攥紧手里的针，这里离琅琊岭只有6天，不能再待太久了。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盘算着攒够路费就往北走，走到京城边上去。那里天子脚下，土匪的手伸不过去。在平安镇住了几天，生意慢慢有了起色，但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。摆摊的时候，买菜的时候，回家的路上，那种感觉像一根针扎在后颈上，你转头它就没了，你一转身它又回来。我回头看了好几次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。最近小心点，别一个人出门。他点头，眼神里多了些警觉。他开始在院子里多劈一些柴，把门栓加固了，还在窗户后面顶了一根木棍。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些，不知道，就觉得应该这样做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茫然，但我心里更确定了，他以前不是普通人。我开始减少出门的次数，让阿生替我去镇上买东西。他每次回来都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，然后站在旁边等我检查。我发现他认路很快，去一次就知道怎么走了，连哪条路近哪条路好走都分得清。我问他以前是不是经常出门，不记得了。我没有再追问，但把这些事都记在心里。一天傍晚，我在屋里绣花，阿生在外面劈柴。我听到他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劈。我从窗户往外看，阿生面朝巷子口的方向站着，手里攥着斧头。怎么啦？有人。我走到门口往外看，巷子口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我注意到地上有几个新鲜的脚印，不是我们的，脚印很深，像是站了很久。我关上门，心跳得厉害，一整夜都没睡踏实。我去镇上买菜，回来时发现院子门口站着一个老婆婆，路过讨口水喝。我给她倒了碗水，她喝完就走了。但我发现门口的石阶上多了一个布包，用红绳系着，鼓鼓囊囊的。我喊了几声，老婆婆已经没影了。我用棍子把布包挑开，里面是几块糕点和一锭银子，白花花的，足有4、5两。我后背一阵发凉，用棍子把布包挑到远处，扔进了水沟里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婆为什么给我送东西？我跑去问隔壁大婶认不认识她。
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把前几天的脚印、巷子口的人影，现在这包东西串在一起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反常的东西一律当危险处理，这是我活下来的规矩。今晚就走。他正在劈柴，听了这话，放下斧头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进屋开始收拾东西。干粮、水囊，我绣了一半的帕子，一样一样塞进包袱里。但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，雨砸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响，院子里的泥地被浇得稀烂，路根本没法走。我一夜没睡，坐在床上，手里攥着那根挑过布包的棍子，盯着门口。阿生坐在门槛上，背靠着门板，也一夜没睡。雨声里，我总觉得有人在敲门，但每次竖起耳朵听，又只剩下雨声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雨小了，我从窗户往外看，巷子口空无一人，天一亮就走。他点头，把门栓又加固了一遍。天刚亮，我和阿生正准备出门，门被踹开了，两个人堵在门口，我认出了其中一张脸。苏姑娘，大当家找你找得好苦。走吧，别让爷费事。阿生挡在我前面。滚开，哑巴！阿生抓住那人扇过来的手，咔的一声，那人惨叫一声跪在地上。两个探子，一个捂着手腕，一个捂着鼻子，连滚带爬往门口退。第一个探子回头撂下狠话：你们跑不掉的，大当家已经在路上了。两人跑了，狼狈的像两条狗。我拉着阿生从后门出去，一头扎进雨后的山林，树枝刮得脸上生疼，泥水溅了一身，我不敢停。阿生走在前面，拨开树枝让我过，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。跑了一阵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平安镇的方向，看不到，但我听到身后有马蹄声，不止一两个。天黑了，我们躲在林子里，不敢生火，不敢出声。我缩在树根下面，浑身发抖。阿生坐在我旁边，一言不发。我看到远处平安镇的方向有火把光在移动，是很多连成了一条线，像一条火龙在山脚下蜿蜒。我拉着阿生往更深的林子里钻，不敢再看。我们在山上躲了一夜，露水打湿了衣裳，贴在身上又冷又潮，骨头缝里都是凉的。第二天天亮了才赶出来，我浑身酸痛，脚底的血泡磨破了，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。我不敢回平安镇，也不敢走大路，带着阿生翻过2个山头，朝下一个村子走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我拉住阿生，不能从村口进，万一他们堵在路上。我带着他从村子旁边的野路绕，打算从村尾找人讨点干粮，填饱肚子再说。刚走到村尾，路边突然跳出4个人，不是2个，是4个。大当家说了，你们要么走大路，要么走小路，反正都得从这儿过。4个人围上来，我和阿生被抓住了。他们推搡着我们走到村口，大当家骑在马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脸上那道刀疤，在日光下格外刺眼。他翻身下马，落地时顺手捏住我的下巴。大当家指节痦的我骨头生疼，把脸掰过来。小能子，跑得挺远啊，害我找了这么多天，你说怎么赔？我偏头躲开他的指甲，在我下巴上划了一道火辣辣的疼。他脸色一沉，走到阿生面前，2个土匪把阿生按跪在地上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大当家一脚踩在阿生肩上，低头看着他，像看一条狗。他伸手从旁边小弟手里接过一把砍刀，刀刃在日光下一闪，白晃晃的刺眼。他把刀举过头顶，刀刃映出阿生跪在地上的影子。哑巴，吃了我2个月的饭，打伤我2个兄弟，这笔账先还条胳膊吧。阿生跪在地上，被踩住肩膀，脊背弯下去，但他没有低头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大当家，像一头被逼到角落的野兽，浑身绷紧，随时会扑上去。砍刀高高举起，刀刃划过一道刺目的白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砰的一声闷响，阿生猛地抬头，一头撞在大当家下巴上。大当家被撞的脑袋猛地往后仰，连人带刀往后倒去。旁边的土匪们脸色大变，全围过去。大当家，我感觉到按着我的那只手松了，快跑！我耳边传来他的声音。阿生已经挣开了按他的土匪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。我被阿生拽着冲出去，耳边全是土匪的喊叫：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我不敢回头，只知道跟着阿生跑。阿生拉着我穿过村尾的田地，一脚踩进水田里，泥浆溅了一脸。他拽着我往山上跑，山路窄的只容一人过，树枝抽在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我喘不上气，胸口像要炸开，腿像灌了铅，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。但阿生的手攥得很紧，只截割着我的骨头，我不敢停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大当家捂着下巴冲在最前面，眼睛通红，嘴里喊着：抓住他们！他身后跟着10几个土匪，火把在树林里乱晃，像一群饿狼。跑了不知多久，阿生突然停住了，我撞在他背上，抬头一看，前面没路了，一道断崖横在面前，崖下是湍急的河流，水声轰鸣，白浪翻涌。我往下看了一眼，腿开始发软，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大当家带人围上来，喘着粗气，笑得狰狞：跑啊，再跑啊！你们跳下去就是个死，怕吗？阿生攥紧我的手，他转头看我，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摇头，不怕。身后土匪扑上来，我们纵身一跃，阿生的手始终没有松开，河水越来越近，白浪翻涌。我醒来的时候趴在河岸上，浑身湿透，冷的骨头都在疼，嘴里全是泥沙的腥味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趴在地上吐了好几口水，胆汁都快吐出来。第一反应是摸腰间，钱袋还在，我攥了攥，硬硬的，绑得结实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整个人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。然后我才想起阿生，他躺在旁边一动不动。我爬过去推他，叫他，他没反应，嘴唇发紫，眼睛闭着，像死了一样。我掐他的人中，拍他的脸，手抖得厉害，拍了好几下他都没反应，我急得眼泪掉下来，又掐又拍。过了很久，他咳了一声，吐出一口水，然后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他第一反应是攥住我的手腕，跟在水里一样，指节割得我骨头疼，力气大的像要把我的手腕捏碎，但我没挣开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脸上。我扶着他往上游走，找到之前路过的柳河村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，是个老婆婆开的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全是褶子，但眼神很亮。我们和兄长赶路落了水，想借住几天。老婆婆让我们进了屋，给阿生灌了姜汤，又找了干衣裳给我们换上。阿生发了3天烧，浑身滚烫，像一块烧红的铁，烧得嘴唇都起了皮，说胡话，翻来覆去就是云锦2个字。我守了3天3夜，给他喂水、擦汗、换额头上的布，眼睛都不敢合，困了就掐自己大腿，腿上全是青紫的掐痕。第3天他终于退了烧，能下地走路了。我打开钱袋看了一眼，里面还有几10文钱，不多，但够撑几天。我系紧钱袋，心想得赶紧找个能挣钱的地方。阿生站在旁边看着我数钱。阿生退了烧，我决定离开柳河村。老婆婆说往北走3天能到清河镇，那地方离京城近，做买卖的人多。我心里一动，天子脚下，土匪的手伸不到。我跟老婆婆道了谢，带着阿生上路。临走时，老婆婆塞了几个饼给我们，说路上吃。我眼眶热了，鞠了一躬，不敢多留，怕眼泪掉下来。2人走了3天，第1天走的是山路，我走快他也走快，我走慢他也走慢。我停下来喘气，他就站在旁边等着，一声不吭。山路难走，石头个脚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，但我咬着牙不敢停。阿生不说话，但每次我回头，他都在。第2天路好走些了，我一边走一边盘算到了清河镇怎么安顿，先找个最便宜的屋子住下，再接点绣活。阿生的字画也能卖钱，但我不敢太招摇，得慢慢来。我算来算去，手里的银子撑不了几天，心里急得慌，但脸上不敢露出来。阿生跟在我后面，步子稳稳的，像一点都不累。累不累？不累，你骗人，真的不累。第3天傍晚，我们终于看到清河镇的炊烟，我累得腿发软，脚底的泡沫烂了，血水渗进鞋里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。但看到镇子的那一刻，我笑了。阿生站在我旁边，也往镇子的方向看，然后低头看了看我，说到了2个字，声音很轻，像松了一口气。进了清河镇，我找到一间最便宜的屋子，土墙宝顶，1个月20文钱，交了房租，手里的钱只够买1个馒头了。你吃，你刚病好。他不肯，嘴巴抿得紧紧的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才吃了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嚼，嚼了很久。我盯着他，怕他再把那半馒头塞回来。抬头看我说，明天我去找活干。手里只剩几文钱了，我需要买绣品的材料，但没有本钱。我找到镇上最大的绣坊，想跟主事的商量能不能在绣坊做绣工。主事的看了我一眼，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，问我哪里人，师从哪个绣坊。刘家沟的农女，没人叫过，自己学的。绣坊不收来历不明的绣娘，万一出了岔子，我们担不起。我被拒了，站在绣坊门口，攥着钱袋，手心全是汗，心里又急又慌，脑子里飞快地转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。我站在门口想了半天，换了个思路，又找到主事的说，我不在您这儿做绣工，您能不能赊我些针线布料，我做出来的绣品先卖给您，挣了钱再还您。要是卖不出去，我兄长在您这儿干活抵债，端茶递水，打扫院子，什么都行。主事的看了阿生一眼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行，但要是绣品卖不出去，他得白干1个月。我答应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好，阿生留在绣坊干活，他话少，手脚利落，搬货、扫地、擦桌子，样样做得妥帖。主事的交代一遍，他就能记住，不用人盯着。干完自己的活，还帮别人搬东西，从不多话。我回家赶绣品，连夜绣了一副帕子，第2天让阿生带到绣坊去卖。主事的看了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给了30文钱。我用这钱还了第1笔债，又赊了新的材料。第5天，我的绣品卖了80文钱，把阿生的债还清了，还剩下一些钱买了粮食和日用品。主事的看了我的绣品说，手艺不错，以后不用赊了，直接卖给我。我攥着钱，
手都在抖。回头看了一眼阿生，他站在门口，冲我点了点头。晚上我在灯下绣花，阿生坐在旁边看我，我让他去睡，他摇头。我问他怎么不睡，他指了指门口，他怕土匪追来，要守着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酸了一下，低下头继续绣花，手指上被针扎的痕迹还红着。屋子漏风漏雨，晚上冷得睡不着。我攒了几天钱，买了些黄泥和稻草，让阿生把墙上的裂缝糊上。他不会泥瓦活，糊得歪歪扭扭，一块厚一块薄，有的地方糊了3遍，有的地方还没盖住，黄泥顺着墙往下淌。但他很认真，蹲在墙根下一干就是半天，手被黄泥泡得发白，脸上也蹭了好几道泥印子，头发上沾着稻草。我在旁边看着他，那边厚了。他停下来看我，我指了指，他点点头，反攻重来。这边薄了，他又反攻，折腾了一天，墙终于糊好了。晚上风小了很多，暖和多了。就一个字，但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是想笑。接下来几天，他又修了屋顶，搭了个灶台，在院子里围了一圈篱笆。修屋顶的时候踩漏了2块瓦，被雨淋了个透。我在下面急得直喊他下来，他偏不下来。搭灶台的时候已经像模像样了，垒出来的灶台方方正正，比我见过的都好。他还在灶台边上抹了一层泥，刮得平平整整。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这个？他想了想，不知道，可能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灶台，眼神里有一瞬间的茫然，很快又恢复了。晚上我在灯下算账，阿生坐在旁边看我。我算完抬头，发现他一直在看我，不是发呆的那种看，是认真的、专注的，像要把我的脸刻进脑子里。看什么呢？看你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低下头假装继续算账，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，心跳得厉害，手里的笔都拿不稳。他没有移开目光，我感觉得到他的视线一直落在我脸上，热热的。我的绣品在清河镇渐渐有了名气，镇上李掌柜愿意长期收我的货。阿生的字画我不敢拿到镇上卖，怕太招眼，只让李掌柜私下介绍给几个熟客。没想到一幅字卖了50文钱，比我的绣品还贵。50文够买5斤米了，我高兴的不行，买了1斤肉，1壶酒，回家做了一顿好的。肉切得薄薄的，在锅里煎得滋滋响，油花四溅，香味飘满了整间屋子，连隔壁都能闻到。阿生蹲在灶台旁边帮我添柴，火光照在他脸上，他抬头看我，忙活问：今天什么日子？挣钱的日子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菜端上桌，1盘肉，1盘青菜，1碗蛋花汤。阿生坐在桌边，看着满桌的菜，说：这么多，今天高兴，多吃点。我给他夹了1筷子肉，他低头吃，嚼得很慢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也吃。2个人围着桌子吃饭，窗外有风灌进来，屋子不大，但暖烘烘的。我喝了一口酒，辣得直吸气。阿生看着我说：少喝点。高兴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，但把我面前的酒壶挪远了一点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暖暖的，胀胀的。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。晚上我在灯下绣花，阿生坐在旁边，我绣了一会儿，抬头发现他又在看我。看什么呢？看你绣花，好看。我低着头，嘴角压不下去，针线都拿不稳了，差点扎到手指。他没有移开目光，我感觉得到他的视线一直落在我脸上，热热的。我发现阿生虽然话不多，但他有一种笨拙的体贴。我咳嗽了一声，第2天桌上就多了一碗姜汤。姜汤是用小砂锅熬的，熬了整整1个时辰，姜味浓得呛鼻子。我喝了一口，辣得要命，辣得我直吸气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，但确实是姜汤。你熬的？太辣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脸上有点紧张，说：下次少放。我笑了，我说了一句井水太凉了。第2天他就把水烧好了再给我，温温热热的，正好入口，还贴心的放在我手边。我去镇上交货回来晚了，天都黑透了，远远看见他站在村口等我，站得直直的，像一根桩子，一动不动，手里还提着一盏灯笼。看到我，他快步走过来。回来了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暖暖的，眼眶有点热。我发现他每天早上都会比我早起，把粥煮好。虽然粥有时候咸了，有时候淡了，米有时候放多了，有时候放少了，但我每次都喝完，一口不剩。我教他放多少水多少米，他认真听着，1碗米3碗水，记住了。第2天粥就好了很多，不咸不淡，刚刚好。一天早上，我醒来发现他不在屋里，我走出去，看到他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一朵野花，花瓣上还带着露水，应该是刚从后山摘的。他递给我，给你。哪里摘的？后山。为什么摘花？好看，像你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攥着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跳得像擂鼓一样。我发现阿生最近总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，我出门的时候，他在墙根蹲着，背对着我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拍拍手，把地上的痕迹蹭掉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有一天我提前回来，轻手轻脚地走到院门口，
看到他蹲在地上，用树枝在写字。这是我的名字。他点头，有点慌，像是被发现做了什么坏事，树枝差点掉在地上。我抬头看他，你还会写别的字？他想了想，说会。我又问，你怎么会写这么多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睛盯着地上的字，像是在看别人写的，说不知道，手自己动的。我站起来，看着他说，阿生，你以前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。他看着我说，以前是什么人不重要，现在我是阿生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酸酸的又暖暖的。我把地上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说，能把我的名字写这么好看，你是第一个。他没有说话，但我看到他的耳朵红了，红得像煮熟的虾子。我接了一扇大活，要绣一副屏风，工期紧，银子多。我每天从早绣到晚，眼睛熬得通红，布满了血丝，手指上全是针眼，一碰就疼，脖子僵得像块木头，一转就咔咔响。阿生每天晚上都会端一碗水放在我旁边，水是温的，刚好入口，碗边还擦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他就坐在我身边陪着我，一声不吭，就静静地看着我绣花，看我穿针引线，看我低头描样，看我揉眼睛打哈欠。有一天我实在太累了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被子盖得好好的，枕头被拍得松松软软，连鞋都被整齐地摆在床边，地上还放了一盆洗脚水，已经凉了。阿生坐在地铺上，背靠着床沿，也睡着了，头歪在一边，呼吸很轻，手里还攥着那条我白天没绣完的帕子。我看着他睡着的样子，眉头是舒展的，不像白天那样总带着一点茫然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像个孩子。我鬼使神差地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他动了动，我赶紧缩回手。他没醒，只是往我这边蹭了蹭，像一只猫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句什么，听不清。阿生，我笑了，没有再说话。屏风交货那天，我拿到了丰厚的报酬，白花花的银子，足有2两。我高兴地拉着阿生去集市上买东西，给他买了一双新鞋，黑色的布面，千层底，结实得很。他蹲下来试鞋的时候，我蹲在他旁边，帮他系鞋带。他抬头看我，两个人的鼻尖差点碰到，近的我能看见他眼睛里自己的影子。我猛地站起来，脸烧得不行，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转身就走，差点被门槛绊倒。他在后面扶了我一把，手掌稳稳地托住我的胳膊。这天是15，月亮很圆，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。我和阿生坐在院子里吃饭，我喝了点酒，脸有点红，脑袋晕乎乎的，看什么都带着重影，月亮都变成了2个。阿生不会喝酒，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喝，眼睛一直跟着我的手走，看我倒酒，看我端杯，看我咽下去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像是在担心什么。阿生，你看月亮好圆。他抬头看月亮，然后转头看我，月光照在我脸上，也照在他脸上，把他的轮廓勾得清清楚楚。他忽然伸出手，用指尖碰了碰我的脸颊，我愣住了，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，酒一下子醒了大半。他的手指从我的脸颊滑到嘴角，停了一下，指腹是热的，带着薄茧，轻轻蹭过我的嘴唇，然后缩回去，垂在身侧。他的耳朵红了，红得像要滴血，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，连脖子都红了。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，咚咚咚地砸着胸口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两个人就那么坐着，谁都没说话，只有风吹过院子的声音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谁的。过了很久，阿生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把我的手握住了。他的手很大很热，把我的手整个包住了，掌心有薄薄的茧，很暖，指节分明，骨节突出。云锦，我抬头看他，月光落在他眼睛里，亮亮的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没有抽回手。我低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，他的手把我的手包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也是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动了动，笑了。那是他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。月光落在他的睫毛上，睫毛的影子映在脸颊上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我看着他笑，自己也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阿生已经煮好了粥。我喝了一口，不咸不淡，刚刚好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站在旁边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好喝。真的？真的。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了，没有仪式，没有承诺，就是心照不宣。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，但我觉得什么都变了。阿生看我的眼神更亮了，更黏了。我做饭，他在旁边递柴火；我绣花，他在旁边看着。我去镇上，他跟在后面。村里人看到我们，都说你家那口子。我听了也不反驳，只是笑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想跟着。不嫌烦？不嫌。一天晚上，我在灯下绣花，阿生坐在旁边。我绣着绣着，忽然放下针线，从包袱里翻出一块素色布料，穿针引线，低头绣了起来。阿生不知道我在绣什么，就坐在旁边看。过了很久，我把绣好的东西递给他，是一个荷包，素色的底子，绣着一朵极精致的云纹，针脚细密。拿着。
信物。他接过来，低头看了很久，荷包的背面是空白的。他拿起笔，在空白处写了2个字：阿生。然后把荷包翻过来，指着云文说：云锦。又指着那2个字说：阿生。我笑了，眼眶有点红。我把荷包拿回来，看了看那2个字，说：笔写的，时间久了会掉色。我重新穿针，顺着他的笔记，一针一针把那2个字绣了上去。阿生坐在旁边，看着我低头绣字的样子，没有说话。等我绣完，他把荷包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。字迹和笔记一模一样，但现在是绣线，永远不会掉了。他把荷包小心翼翼地塞进衣襟里，贴着心口的位置，说：永远带着。我和阿生去京城东市卖货，隔壁摊位的卖货郎眼红我们的生意，故意把摊位往前挤，占了我们的地方。我跟他理论，他推了我一把，我踉跄了一步，胳膊撞在桌角上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。别推他！卖货郎又推了一下，阿生抓住他的手腕一拧，那人惨叫一声，脸都白了，连声喊疼。卖货郎被吓跑了，连滚带爬的回了自己摊子。你家这口子不简单，刚才那一抓是练家子的手法。我看着阿生，他正蹲在地上帮我把散落的绣品捡起来，动作笨拙但认真。你这些手法是在哪里学的？不知道。表情茫然，眼睛空空的。那你的身体怎么会记得？手自己动的，脑子不记得，但手记得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翻来覆去的看，像在看别人的手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走在前面，阿生跟在后面。我没有再问，但我心里已经很清楚，这个人身上有太多不寻常的地方。他的字，他的身手，他后颈的疤，他说手自己动的时茫然的表情，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指向一个我越来越确定的答案：他不是普通人。不管他是谁，现在是阿生。但那些人呢？那些在暗处盯着他的人呢？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正低头走路，察觉到我的目光，抬头问：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转过头继续走。我的绣品和阿生的字画在京城渐渐有了名气。这天我在东市摆摊时，发现对面茶楼2楼有个人一直在看我们，不是看我的绣品，是看阿生，眼睛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身上，从我们出摊盯到收摊。我心里一阵阵发紧，提前收了摊，拉着阿生回了清河镇。怎么了？有人在看你。谁？不知道，但小心点好。他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但从那以后，他出门总会四处张望几眼。第2天，那个人又来了。这次他走到摊子前，拿起一幅字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。这字是谁写的？我兄长写的。那人看了阿生一眼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，像在确认什么，然后放下字，转身走了。他为什么看我？不知道。但你别一个人出门。你也是。就2个字，但我听得出他也在担心我，声音比平时沉了一些。又过了几天，那个男人又来了，这次他带了一个年轻人，2人站在远处，对着阿生指指点点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年轻人的眼神很锐利，像刀片子一样刮过来，我心里发毛，手上绣着花，针好几次扎进手指，血珠冒出来都没觉得疼。收摊时，我弯腰收拾东西，发现地上多了一锭银子，用布包着，白花花的，足有好几两，就塞在我的绣品筐子下面。我的血一下子凉了，从头顶凉到脚底，手指都在抖。怎么了？我把布包踢到一边，像踢开一条毒蛇，说：没事。走。我拉着他就走，手一直在抖，不敢回头。走出东市的时候，我偷偷回了一下头，那个男人和年轻人还站在远处看着我们。我攥紧阿生的手，加快了脚步。我带着阿生离开清河镇，在镇外的一个村子里暂时落脚。我不敢再去京城出摊，只在镇上卖些小绣品。阿生每天劈柴挑水，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在门口种了几棵菜。日子虽然清苦，但2个人在一起，什么都好。这天早上，我煮粥的时候突然犯恶心，蹲在灶台边干呕，胃里翻江倒海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怎么了？太急得脸都白了。没事，心里隐隐有了猜测。我去镇上找大夫看了看，大夫搭了脉，笑着说：有喜了，快2个月了。我愣了很久，然后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回到家，阿生正在院子里劈柴，斧头举得高高的，一下一下劈得认真。阿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放下斧头，看着我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你要当爹了。他愣住了，手里的斧头掉在地上，砸在脚边，他都没躲。他看着我，眼眶慢慢红了，问：真的？真的。他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紧得我快喘不上气。云锦，我会保护好你们的。晚上，他坐在灯下，手里攥着那个荷包，翻来覆去的看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想，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？还早呢。不早，我要好好想。我靠在他肩上，2个人坐在灯下，影子叠在一起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那些在暗处观察我们的人已经越来越近了。我怀孕的消息让2个人沉浸在喜悦中。阿生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，虽然手艺一般，但心意十足，
炖的汤咸了，炒的菜糊了，我照样吃得干干净净。这天傍晚，我从镇上买菜回来，发现院子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是那个在京城观察阿生的中年男人。我心里一紧，快步走过去挡在门口。姑娘，我不是坏人。你是谁？我是来找我们家少爷的。什么少爷？男人叹了口气，说家里遭了变故，乱成一团，少爷在慌乱中出了府，从此没了音信。家里找了很久，前阵子才打听到消息。他说少爷走的时候身上还有旧伤未愈，家里已经安顿好了，只盼着找到少爷接回去好好养着。什么人家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只说京城里的，不想张扬，怕再惹出乱子。他掏出银子递给我，说请我帮忙照顾少爷，等少爷身体好些家里再来借。不用。他愣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把银子收了回去。男人走后，我关上门，转身看到阿生站在院子里。谁？不认识。问路的。他没有再问，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菜篮子。进屋吧，外面凉。他的手很自然地揽住我的肩，护着我往里走。我靠着他，心里却隐隐不安。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吗？不管怎样，他现在还在这里。中年男人走后，我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。我变得更小心，不去京城，不在镇上多待。天一黑就关门。阿生感觉到了我的紧张，每天检查门栓好几遍，在院子里多劈一堆柴，还把墙角的缺口用石头堵上。他不问为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做，做完就蹲在门口，像一条守家的狗。这天我在镇上卖绣品，旁边两个妇人聊天，说最近镇上来了一批外乡人，到处打听人，也不知道在找谁，神神秘秘的。我手里的针顿了一下，心里莫名发紧，像被人攥住了心脏。线断了，我穿了好几次都没穿进去，手抖得厉害，针眼对不准。我索性收了摊，提前回家。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那个中年男人的话和妇人说的外乡人，脚步越走越快，后背全是冷汗。回到家，阿生正在院子里劈柴，动作利落，一下一下的，额角沁着汗，袖子卷到手肘。今天这么早？没什么生意，就回来了。他没有多问，放下斧头走过来，接过我手里的篮子。进屋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水是温的，正好入口。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心里酸了一下，眼眶有点热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在镇上看到一个陌生人，穿着体面，布料是上好的绸缎，但眼神锐利，像鹰一样四处扫视，不像普通商人。我低头快步走过，心跳得像擂鼓，手攥着篮子柄，指节发白。回到家，阿生正在院子里劈柴，我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喘气，心跳如鼓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但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问，只是把门栓又检查了一遍，还顶了一根木棍在门后面。在村子里躲了半个月，银子快花光了。阿生看我每天熬到半夜绣花，眼睛通红，眼眶凹下去一圈，心疼的不行，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动，欲言又止。我去找活干。镇上没人敢雇生人。我算了一笔账，不去京城卖字画，银子撑不过下个月。阿生沉默了很久，抬起头。你现在不能累着。拗不过他，约好到了京城我坐着，他来张罗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我们就背着字画上路了。回到东市，刚把摊子支好，隔壁卖货郎就阴阳怪气。又来了，不怕再被人泼墨？我没理他。阿生站在我旁边，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。我注意到对面茶楼2楼半扇窗户后面，一双眼睛盯着这边，和之前那个中年男人站的是同一个位置。我的心提了起来。趁阿生去茅房的功夫，隔壁老摊主突然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姑娘，对面那个人盯你们半个月了，不过别怕，还有另一拨人也在盯，穿便衣的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一看就是行伍出身。他们不像是要害你们的。”我愣住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在这摆摊40年了，什么鸟没见过。那拨人前天问我有没有见过一个后颈有疤的年轻人，我说见过，他们就走了，没惊动你们。我攥紧袖子，手心全是汗。姑娘，你们身上有事，但我瞧你们是好人。那波穿便衣的也是好人，留个心眼。说完他就回自己摊子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阿生回来问我脸色怎么这么白。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我说没事，低头继续摆绣品。没事，脑子里却翻来覆去。2拨人，一拨在暗处盯着，另一拨在保护。谁在保护我们？阿生把椅子让给我坐，连水都帮我倒好放在手边。隔壁的卖货郎上次被抓住手腕后一直怀恨在心，见我们又来了，脸色铁青，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趁我去旁边买水的功夫，就几步路，一转身的功夫，
他端着一盆墨汁走过来，不小心脚下一绊，整盆墨汁泼在阿生的字画和我的绣品上，墨汁淋漓，黑乎乎一片，惨不忍睹。我绣了3天的帕子全毁了，阿生写了5天的字画也全没了。他假惺惺的陪笑，哎呀，对不住，手滑了。嘴角却翘着，眼里全是得意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手攥着篮子柄，指节发白。阿生攥紧拳头要上前，青筋暴起，我拉住他的袖子，低声说：别冲动，你现在动手，以后更没法卖了。阿生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我的肚子，拳头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，胸口起伏的厉害。他松开拳头，蹲下来帮我剪字画，手指攥着那些污损的宣纸。卖货郎见我们不敢怎么样，得意洋洋地走了，还哼着小曲。我蹲在地上，把还能辨认的字一幅幅收起来，墨汁沾了满手。2人收拾残局，准备收摊。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走到摊子前，拿起一幅被墨汁污了一半的字看了看，问：这字是谁写的？那人又看了看阿生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，说：今天的字画都被毁了，不卖了。那人笑了笑：没关系，我就买这幅。我看着那个年轻人，心里莫名觉得不对劲。字画都被毁了，没法卖，您改天再来吧。那人却不走，拿起那幅污了一半的字：我就想要这幅，多少钱？不卖。那人从袖子里掏出银子放在摊上，白花花的，足有2两，够我们吃1个月了。我把银子推回去，说了不卖。2个人僵持着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周围的人都看过来，阿生走过来，把那幅字从那人手里抽出来：不卖。那人脸色变了：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没见过你们这样的。阿生看着他：不卖就是不卖。他从摊子下面翻出一张空白宣纸，提笔蘸墨，写了1个字，就是1个字，写得潦草敷衍，歪歪扭扭，跟他平时的字完全不一样，像小孩胡乱画的。他把纸卷起来塞给那人说：拿走，不要钱。那人愣了，接过纸，最终转身走了。我问阿生为什么给他写字，说：你为什么给他写字？阿生看着那人的背影，说：他看的是我，不是字。我愣住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那个年轻人回到京城一座大宅子里，把那幅潦草的字放在桌上，对面坐着一个穿锦袍的人，拿起字看了一眼，嗤笑一声：就这？他故意写烂的，但他的人我确认了。穿锦袍的人脸色一沉，把字慢慢揉成一团，指节发白。找了他1年，原来藏在土匪窝里。明天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当天晚上，我和阿生正准备睡觉，外面传来马蹄声，密集的像暴雨砸在地上。我从门缝往外看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他没有敲门，直接让人撞开了门。砰的一声，门栓断了，木屑飞溅，火光涌进来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阿生把我拉到身后，手里攥着斧头。穿锦袍的人站在门口，看着阿生笑了：大哥，好久不见。阿生看着他：我不认识你。那人说：你不记得了？当然不认。他一挥手，侍卫冲上来。阿生挥动斧头，但对方人太多，他被2个人按住了，斧头掉在地上。我冲上去推那些侍卫，被人一把推开，摔在地上，手掌蹭破了皮，火辣辣的疼。阿生挣扎着喊：别碰他！声音都变了调。穿锦袍的人走到阿生面前，蹲下来，手指敲了敲阿生的脸，说：大哥，跟我回去。有人喊：太子府侍卫，奉旨搜查。穿锦袍的人脸色一变，猛地站起来，一队人马冲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盔甲的年轻人。他看到阿生，整个人愣住了，眼睛瞪得老大。殿下，臣终于找到您了。二皇子脸色铁青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我站在阿生身后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殿下？什么殿下？阿生是殿下。穿盔甲的人站起来，目光如刀，直直刺向二皇子。二殿下，您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来看我大哥。那人冷笑：太子殿下失踪1年，您来看他，带着刀来看。一剑刺向离他最近的侍卫。二皇子收剑入鞘，环视四周，声音不高不低：谁敢拦？他的人立刻把刀围上来，刀光映着火把，杀气腾腾。我站在阿生身后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穿盔甲的人却不动，一字一句说：二殿下，去年3月，太子殿下寝殿的茶盏里被人下了药，送茶的小太监次日暴毙，死无对证。但那小太监入宫前，在您府上当过3年差。二皇子的脸色变了。那人继续说：殿下失踪后，臣在宫门外查到一辆连夜出宫的马车，赶车的马夫是您府上的人。嘴角的笑意彻底消失。穿盔甲的人看着他：二殿下，您还要继续查吗？二皇子沉默了很久，盯着阿生看。二皇子忽然笑了，笑容阴冷：大哥，你命真大。他一挥手：走。二皇子的人收刀，跟着他退入夜色中。殿下，臣找您找了1年。阿生看着他，
眉头皱着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臣是您的侍卫。阿生攥着我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他走到阿生面前，单膝跪下，抱拳道：“殿下，您身上的毒必须解，请您跟臣回宫。”不走。就2个字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。侍卫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阿生，眉头拧在一起，对身边的人低声说了几句。那人点点头，匆匆跑出去。一个年纪稍长的老管事连夜赶来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沟壑纵横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。他没有劝阿生，而是找到我，把我叫到院子角落里。灯笼的光照在他脸上，白发在风里飘着。他说：“姑娘，老奴知道您舍不得殿下，但殿下是储君，二皇子已经动手了。如果殿下不回去，朝中无人抗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我问他：“他回去会怎样？”老管事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解毒，但解毒之后可能会失去这些日子的记忆。”我的手攥紧了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。没有别的办法。老管事摇头说：“姑娘，殿下不记得您，但他身上的担子比他的命还重，您救了他一命，整个大成朝都欠您的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院子里的风吹过来，冷得我打哆嗦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。我抬起头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阿生正坐在床边，翻来覆去的看，指节发白。我蹲在他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在抖，手心全是冷汗。我说：“阿生，你得回去。”他摇头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下巴绷成一条线。我说：“你不回去会死，而且你是太子，你有比我们更重要的责任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阿生抓着我的手不放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力气大的像要把我的手指捏碎。他说：“不记得你了怎么办？”我的眼泪掉下来，砸在他手背上。我说：“那你就再想起来。”他攥着我的手，指节发白，手背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万一想不起来呢？”我摸了摸他的脸，他的脸颊是凉的。那我就去找你，让你再认识我一次。他又问：“孩子呢？我不记得孩子怎么办？”我哭着说：“那你就再认识他，他叫聂安。我还没告诉他你叫什么。”他的眼泪掉下来了，砸在我的手背上，滚烫的，一滴接一滴，砸得我手背发烫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哭成这样，从琅琊岭到现在，他从没掉过一滴泪。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对侍卫说：“带他走吧。”侍卫点头，让人端来一碗药，黑乎乎的苦味飘过来，熏得我眼睛发涩。阿生看着那碗药，知道喝了就会被带走。我接过碗，碗底是温热的，递到他嘴边，说：“喝了吧。”他看着我说：“云锦，我会想起来的。”然后接过碗，一口喝了，喉结滚动，一滴都没剩，碗底朝天的给我看。药效很快，他闭上眼睛，靠在床沿上睡着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车队消失在夜色中，灯笼的光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没了。我低头摸了摸肚子，轻声说：“聂安，你爹爹走了，但他说他会想起来。”我站了很久，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才转身进屋，关上门，靠着门板蹲下来，哭得浑身发抖。阿生走后第6个月，我生了，是个男孩，6斤8两，哭声洪亮，震得我耳朵嗡嗡响。接生的老婆婆说这孩子嗓门大，将来有出息。我给他取名叫聂安，思念的念，平安的安。生孩子那天没有人帮我，我自己剪的脐带，自己烧的热水。他小嘴嘬得用力，小脸涨得通红，小手攥着我的手指，攥得紧紧的。聂安，欢迎来这个世上。他听不懂，眼睛闭着，睫毛长长的，像2把小扇子。我独自一人在清河镇把聂安养大，坐月子期间没有人照顾，我自己熬粥，自己洗尿布，自己带孩子，手指泡在冷水里，冻得通红，裂了好几道口子，一碰就疼。我接更多的绣活，白天把孩子背在背上绣花，晚上等他睡了继续绣，眼睛熬得通红，脖子僵得像块木头，一转就咔咔响。我攒钱，想在清河镇盘一间小铺面，有时候我抱着聂安，对他说：“你爹爹叫阿生，这个名字是我给他取的。他答应过会想起来的。”聂安听不懂，只是笑，露出粉红的牙床，小手抓我的头发，揪得我头皮发麻。聂安3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去京城东市交货，背着聂安走在巷子里，听到2个客商聊天。听说了吗？太子的毒解了，人好了。是啊，但听说他不记得失踪那一年的事了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针扎进手指，我低头继续绣花，把聂安往怀里搂了搂。他不记得了。
他说过他会想起来的。我把念安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他啊的叫着，小手拍我的脸。念安6个月大了，会翻身，会抓着我的手指往嘴里塞，笑起来露出2颗小米牙。他饿了会猫猫的喊软糯糯的，叫得我心都化了。他还不会说话，但那声音比什么话都甜。他长得越来越像阿生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又黑又亮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点茫然。我每次看到他，心就像被人攥了一下，酸酸胀胀的。但我没有去找阿生，他是太子，我是农女，而且他不记得我了，去找他是自取其辱。我告诉自己，一个人也能把念安养大。我靠嗅火养活自己和念安，日子清苦但安稳。我偶尔会听到京城来的客商提起太子殿下，说太子查办了2皇子的谋反案，手段狠辣，说太子至今未娶，朝臣们急得团团转。我听完笑笑，低头继续绣花。他搂着我的脖子，脸贴在我脸上。念安，你想不想见爹爹？念安歪着头不懂，伸手去抓我头上的簪子。这天我去京城交货，背着一筐绣品走在巷子里，迎面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是个年轻男人，穿着玄色锦袍，面容冷峻，眉目之间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，身后跟着10几个侍卫，步伐整齐。我的脚步猛地停住了，整个人像被定在地上。是阿生，他的眼神从我脸上扫过去，什么也没有，像看一个路人，像看一面墙，目光没有停留，脚步也没有停。我低下头往旁边让了让，攥紧了手里的包袱，指甲掐进掌心。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，带起一阵风，冷飕飕的。我没有回头，攥着包袱的手一直在抖。谢长言走过来，眼神从我脸上扫过去，什么也没有，像看一个路人，像看一面墙，像看街边摆着的菜摊子。他的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连睫毛都没动一下。我低下头往旁边让了让，肩膀缩起来，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。殿下，该回宫了。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3尺。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药味，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他身上是柴火和泥土的味道。我攥紧了手里的包袱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掐出一道道白印子。我没有回头，脚步声越来越远，靴子踩在青石板上，哒哒哒的，渐渐听不见了。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巷子里重新热闹起来，小贩的叫卖声，孩子的哭闹声，车轮碾过石板的咕噜声，都回来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回到清河镇，我抱着念安坐了一整夜。月亮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他睡得很沉，小嘴微微张着，呼吸均匀，睫毛长长的，像2把小扇子。我低头看他，他长得太像阿生了。念安醒了，摸我的脸，娘，软糯糯的。我才发现自己哭了，脸上湿了一片。没事，娘就是有点累了。他不懂，又闭上眼睛睡了，小手还攥着我的手指，攥得紧紧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谢长眼在书房里把那个旧荷包拿出来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在巷子里遇到那个背绣品筐子的女人时，心里莫名动了一下，像被人用手指弹了一下心口，酸酸胀胀的。他把荷包翻过来，看到了那2个字阿生。他盯着那2个字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翻来覆去的看，手指摸着绣线的纹路，一夜没睡。那天从京城回来，我抱着念安坐了一整夜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脸上，他睡得很沉，小嘴微微张着。娘，为什么眼睛红了？风沙迷了眼。娘，不哭。没哭，他不记得我了。那个荷包他贴身带着，可那又怎样？他连阿生是谁都不记得了。后来的事，我是断断续续听说的。有人说太子殿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对着一个旧荷包看了一整夜，烛火烧了一根又一根，桌上的茶凉了又换，换了又凉，他一口没动。有人说他头疼的厉害，叫了太医，太医说是解毒后的残留反应，那些记忆还在，但被封住了，像锁在箱子里的东西，要是丢了，有没有办法想起来？可以用药。用药。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正在灯下绣花，针扎进手指，血珠冒出来。我盯着那滴血，心想他在努力想起来。我失踪那1年跟谁在一起？查不到，卷宗被人动过。继续查。殿下找什么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手指摩挲着荷包上的绣线。一个背绣品筐子的女人，还有一个孩子。他长什么样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在等。念安在边上玩木马，咯咯的笑，木马摇得吱呀吱呀响。我把他抱起来，脸贴着他的脸，他的脸蛋软软的，热热的。念安，你爹爹在找我们。他听不懂，揪着我的头发玩，疼得我直吸气，但我没松手，把他抱得更紧了。又过了一阵子，镇上开始有人打听阿生的事，有人拿着画像到处问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，问得很仔细，连他平时穿什么衣裳，爱吃什么饭菜都问。我手里的针顿了一下，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穿着体面，像是大户人家的，说话客客气气，但眼神很锐利。
我没再问，但心里翻江倒海，他在找我们。后来我听说那些人查到了清河镇，有人认出了他的画像，说这是2年前在这里住过的那个年轻人，跟一个姓苏的姑娘在一起，2人像是夫妻，同进同出。姑娘绣花，他劈柴。后来那姑娘生了孩子，白白胖胖的。消息传回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喝药，碗碎了，药汁洒了一桌，顺着桌沿往下淌，滴在地上，他看都没看。姓苏的姑娘，她现在在哪？查过了，1年半前搬走了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不知去向。邻居说他走的时候天不亮就出了门，谁都没告诉我。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正在给念安缝衣裳，针线走得歪歪扭扭的，我拆了重新缝，手指在发抖，针扎进指腹，血染在布上。我拿水洗了洗，继续缝，缝了又拆，拆了又缝，怎么也缝不好。他说他会在家等我。谁说的？他不说话，那是他说给自己听的，他不记得了，但这句话还在，像刻在骨头里，像烙在心上。备车，我要去清河镇。陛下会怪罪。他不听。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抱着念安站在院子里，风吹过来，我打了个寒噤，心里又酸又疼。他要来了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他去了清河镇，找到了我们住过的那间小屋，土墙茅顶，墙上的裂缝用黄泥糊过，歪歪扭扭的，但很结实。门口的石阶被磨得光滑，中间凹下去一块，是我这些年踩出来的。院子里还有念安玩过的木马，歪歪斜斜的立着，木头都裂了，但还稳稳地站着。他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，他推开门进去，屋子里空空荡荡，只有桌子和床，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画，是他画的。他站在那幅画前，头疼地扶住了墙。他看到了我用过的绣架，念安穿过的小鞋子，他拿起那只小鞋子，攥了很久，攥得手指发白。那个年轻人站在屋里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。你找谁？找苏云锦。他走的时候留了句话，说如果有人来找他，就告诉那人，不记得就算了，别找了。大婶学给我听的时候，我正坐在院子里摘菜，手里的菜叶子被我掐断了，汁水沾了一手。然后呢？他愣在那里，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翻身上马走了。我低下头继续摘菜，念安跑过来，手里攥着一朵野花，塞到我手里。娘，给你。谢谢。他笑了，露出几颗小白牙。不记得就算了。我说的是气话，可他当真了。我带着念安搬到京城外的村子里，不是我自己找的地方。搬走前一天，老管事敲了我的门。姑娘，殿下若是记不起来，您就先躲一躲。这村子是老奴远亲的宅子，空着，没人找得到。我住了进去，日子清苦但安稳。念安一天天长大，有时候对着月亮。爹爹，爹爹在哪？月亮里。那天傍晚，我在院子里收衣裳。最近村里来了生人，到处打听人，穿着体面，骑着高头大马。我手里的衣裳掉在地上，捡起来时手在抖。我抱着念安进屋，把门栓插上，一整夜没睡。没过几天，傍晚时分，外面突然响起马蹄声，很急。我以为听错了，转身去厨房做饭。念安在院子里玩水，我喊他进来吃饭，他蹲在盆边拍水，笑得咯咯的，水花溅了我一身。我走过去拉他，念安，你爹爹叫阿生。他说他会想起来的。念安歪着头，伸手要抱。就在这时，门被猛地推开了。我抬头看到谢长眼站在门口，他胸口起伏着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要把我刻进骨头里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知道我叫阿生？我手里的碗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他身后，老管事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3天前，他连夜赶来，满脸是汗。姑娘，殿下他想起来了，他让老奴带路。原来如此，不是他找到的，是老管事用大半年的沉默保护我，又在最后一刻把他带到我面前。门被推开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。谢长眼站在门口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要把我刻进骨头里。月光从他身后照进来，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。念安被我护在身后，小手攥着我的衣角，攥得紧紧的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知道我叫阿生？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来，砸在手背上，一滴接一滴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像被堵住了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殿下，你走错了。他没有走。念安从我身后探出头来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谢长眼低头看到念安的脸，整个人僵住了。那张脸像他，太像了。他是谁的儿子？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空气都凝固了。我的。你在撒谎。他走进屋里，蹲下来看着念安。念安缩到我身后，又探出头来看他，眼睛亮亮的。谢长眼伸出手想摸念安的头，手指停在半空，又缩了回去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没有走。月光照在他身上，影子孤零零地拉在地上。我哄念安睡了，出来赶他。他站在月光下，风吹过来，他的衣角飘了飘。
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旧荷包，放在掌心里。荷包的边角已经磨毛了，但云纹和那2个字还是好好的。我不记得你了，但我的荷包上有你的针脚，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想起很多年前，他也是这样站在月光下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转身进了屋，走到门口时停下来，没有关门，门开着，风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我回头看他，他还站在那里。我让他进了屋，给他倒了一碗水，他接过去，放在桌上，没喝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手指攥着衣角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头讲起。琅琊岭的柴房，他撬锁带我逃跑，我给他取名阿生。清河镇的日子，他写的字，画的画，月光下他脸红的样子。我告诉他怀孕的消息，他喝下那碗药被带走。我讲得很慢，怕他听不清，也怕自己说不下去，讲到一半嗓子就哑了。谢长眼听着，眉头拧在一起，额角伸出细密的汗珠，手指攥着那个荷包，指节发白。后来呢？后来你被带走了。忘了。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屋里只有我和他的呼吸声。你为什么不去找我？我去找你？一个农女抱着孩子去皇宫门口说这是你儿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去找你，你会信吗？他的手指攥紧了荷包，指节发白。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中毒了，不记得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跟我平视。他的眼睛红了，眼眶里有泪光在转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想起来的。他留在清河镇，住在隔壁屋子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听到院子里有劈柴的声音，他在劈柴，动作很利落，斧头举起来又落下，一下一下的，额角全是汗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，手自己动的。他在清河镇住了5天，劈柴、挑水，坐在灯下看我绣花，一声不吭。我绣花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旁边，看着我的手指穿针引线。他不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在看。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上，像当年在清河镇一样，暖暖的。念安也不怕他了，跑过去拉他的手。叔叔。他愣了一下，没有纠正。第3天晚上，念安跑过来，手里攥着一块糖，糖纸上沾着口水，小手胖乎乎的。他踮着脚把糖递到谢长眼面前，给你。谢长眼接过来，手突然抖了一下，糖掉在地上，滚到墙角。怎么啦？没事。但他脸色发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念安捡起糖，吹了吹，又递给他。他把糖攥在手心里，攥得很紧，指节都白了。第5天晚上，月亮很圆，他坐在院子里，我出来叫他吃饭。他抬头看着我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很亮，亮得像有火在烧。云锦。我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我，声音那么自然，像叫了一辈子。你给一只受伤的野猫上过药，那猫是白色的，你给它取名叫团子。你煮粥喜欢放红枣，每次放7颗，说7是吉利数。你睡着的时候喜欢往我怀里钻，还说梦话叫我的名字。我的眼泪掉下来，哭着打了他一巴掌，打在他脸上，声音很脆。他动都没动，然后我扑进他怀里，哭得浑身发抖。他抱紧我，抱得那么紧，下巴搁在我头顶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像风里的叶子。念安站在旁边，歪着头看我们，然后跑过来抱住谢长眼的腿，仰着小脸。爹爹。谢长眼低头看着念安，眼泪掉在孩子头顶上，一滴一滴的。他跪在我面前，膝盖砸在地上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想起来了就不晚。他笑了，眼泪还挂在脸上。念安也笑了，伸手去擦他的脸。谢长眼带着我和念安回了京城，他没有直接带我进宫，而是把我们安置在城外的别院里。念安在院子里追蝴蝶，跑得满头是汗，咯咯的笑。谢长眼坐在廊下看着他，手指抹撒着那个旧荷包。3天后，他进宫面圣，回来后脸色不太好，但看到我，他笑了笑。父皇想见你。我攥紧了手里的针，心里生出惶恐的情绪，有许多担心的事在心里盘旋。可是别怕，有我在。进宫那天，我穿着最好的衣裳，牵着念安的手。谢长眼走在我旁边，他的手附上我的手背，握了握，掌心很暖。御书房里，皇帝坐在龙案后面，目光从我们3个人脸上扫过，最后落在念安身上，停了很久。念安不怕生，歪着头看他。爷爷。皇帝愣住了，手里的茶盏晃了一下，茶水洒出来。过来，让朕看看。念安回头看我，我点头，他就跑过去了。皇帝把他抱起来，看了很久。像长眼小时候。谢长眼跪下来。父皇，儿臣要娶她。皇帝沉默了很久，看着我。你叫什么？苏云锦。你知道嫁进皇家意味着什么？知道。不怕？怕，但更怕再也见不到他。皇帝看了我很久，把念安放下来。带回去好好养着吧。谢长眼磕头谢恩，我跪在他旁边，额头抵在地上，眼眶热了。赐婚的圣旨下来那天，我正在绣一副帕子，
绣的是云纹。宣旨的太监念完，我跪在地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妻子。太子大婚，我穿着凤冠霞帔，从正门抬进了太子府。红毯很长，两边站着文武百官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有好奇的，有不屑的，也有敬佩的。念安被人抱着走在后面，手里攥着一把花瓣，撒得到处都是，笑得咯咯的。花瓣落在他头上、肩上。大典结束，谢长衍牵着我的手回到寝宫，他脱下龙袍，换上那件我在清河镇时给他做的旧衣裳，洗得发白，袖口磨了边，领子也松了，但他一直留着。你还留着？你做的，怎么会扔？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旧荷包，放在我手心里。荷包的边角已经磨毛了，但云纹和阿生2个字还是好好的，绣线一根都没断，颜色还像新的一样。日子平静地过着。谢长衍接手朝政，每天天不亮就去上朝。我打理太子府，管账、管人、管事。我识字不多，但账算得好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他教我认字，一笔一画的教，我学得很认真，跟当年他学煮粥一样。念安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像他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又黑又亮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点认真。晚上，谢长衍把我揽进怀里，在我耳边叫我云锦。我靠在他胸口，听着他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很稳。阿生，我们到家了。他收紧了手臂，下巴搁在我头顶。窗外月光很亮，念安在隔壁屋已经睡着了，偶尔翻个身，一语两声。这个家不大，但刚刚好。